河北名吃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大家好，我是茶哥，今天回到石家庄来看球，石家庄功夫。我上一次来石家庄的裕彤看球，好像是2016年，住的就是这家酒店。从我的酒店出来，这边是地铁站，那么在后边就是空中球场，裕彤国际体育中心。为什么叫空中球场呢？这座球场底下是一些商业，所以它的草皮是在2层，被叫做空中球场。终于又吃到了河北名吃正宗安徽牛肉板面。距离比赛开球还有35分钟的时候，裁判组才开始进场热身。赛前1个小时，双方的热身强度应该是提上来了，但是我进来看到现在现场2队球员的一个热身都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说实话，我刚从泰国的 U17回来，我甚至觉得那些 U17的小孩们做的热身准备活动都比这些中国次级职业联赛的职业球员们要认真一些。刚刚这边在播放首发大名单，才发现主队石家庄功夫的主教练已经更换了。比赛开始之前呢，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走向这上面的看台，我问我旁边大哥，我说是不是朱海威？大哥也不确定，后来查了一下，发现真的是朱海威。我相信不看中国足球联赛的球迷应该对朱海威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不熟悉就不熟悉吧。今天比赛日是一个周3工作日，所以现场来的球迷开场之后还并不是特别多。我不知道下半场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球迷来到现场。这些细节你只有在现场看球才能够观察到，因为赛前公布的主教练是新的一个主教练，但实际在球场上指挥的是省员教练安琪。来到44分钟，即将进入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让我们来五角竞猜一下上半场会补几分钟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4到5分钟的样子，因为3分钟的时候有一次补水的时间，而且整个上半场期间，客队有多名的球员。天哪！上半场补时1分钟。你光补水就补了1分钟啊！U17的比赛，这样子的比赛至少是5分钟起步的。刚刚跑进休息室的应该是丁海峰，丁海峰和隋维杰在同一个球队。大家知道隋维杰就是因为喝水哥，但是进喝水哥那个球的人呢，就是丁海峰。现在他们俩在一个球队。我知道这几年形势不太好，但是在现场的观感的话，与前几个赛季真的是相差比较大的。首先，中甲没有了冠名商，
之前还有一个五八同城的冠名。其次呢，在球场周边的这个广告板，我想在上个赛季赛会制的时候，甚至都还是有 LED 的屏，而现在已经换成了普通的一个印制的广告板。然后就是转播机位的减少，这个没有办法，次级联赛有的看就不错了。再一个呢，玉童体育中心的这个灯光，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甚至不如几年前踢中超的时候它的亮度亮一些。你即使是有好的转播设备，但是在灯光的亮度不够的情况下，你的转播效果也会差很大一截的。再说到上半场的这个补时，我觉得真的是，我无话可说了。石家庄的球迷的助威战斗呢，依然还是很给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战斗与场上比赛的这个连接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隔离。比如说今天上半场主裁仅仅给了1分钟补时的时候，这时候主场的球迷应该向主裁施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球迷组织带领球迷应该要向主裁施加压力的。张建生，海峰一直在投诉防守球员退的不够距离啊，裁判没管呢。现在来到下半场的即将89分钟，大家再无小竞猜一下，下半场的补时会有几分钟？下半场有2个进球，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加上补水时间的话，最少是保底4分钟的。我觉得4到5分钟的补时是正常的。不知道今天裁判是不是就想早点下班，给个3分钟的补时呢？下半场补时4分钟。OK， 4分钟跟我的预期是差不多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2-0，石家庄客队获胜。看来球员结束握手之后，要向对方的替补席和教练席致意。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北看台有1名球迷不幸的去世，因此在本场比赛结束的谢场环节呢，并没有像以前球队和球迷一起歌唱跳跃，而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默哀仪式。最后，球队向北看台鞠躬致敬。这个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球迷与球队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 球迷文化。就比赛质量而言，真的是差到令人发指的一场比赛。但是这并不影响石家庄当地的球迷在工作日的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来这儿享受一场这样的比赛。第2级别联赛能有8000多名球迷入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入场人数已经是相当的惊人了。最后感谢中国体育摄影界的大拿车老师。明天我们工体再见了。